今年周末来相亲的人可多了，我差点没让一对单身男女给气过去啊。有一位25岁的姑娘，上个月就来找对象了，人确实很漂亮，外貌绝对在7分以上。做策划的她找对象就有一个点，颜控，就是喜欢那种又帅又成熟又稳重还有钱的。介绍了好几个都看不上啊，不是觉得人家个子矮，就是觉得长得丑啊，要么就是不太会打扮的。好不容易啊，有一位男士27岁，在事业单位工作，长得很帅啊，父母都是医生，这家庭条件也好啊。这姑娘觉得还行，想见面认识看看。给这男士啊看了这姑娘照片，他也很愿意，毕竟人姑娘长得也好看啊。昨天晚上俩人就约着啊，一起去吃了个火锅呀。俩人在前面聊的都很好，很开心啊。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自己的兴趣优点这些。男士就跟这个姑娘说呀，自己性格是比较属于那个沉稳，脾气也很温和，平常喜欢运动啊，经常去健身房，也特别喜欢研究美食之类的。完了啊，他就问这个姑娘，哎呀，你性格怎么样呀？平常都喜欢做些什么呀？人这姑娘可有意思了，说我比较懒，不会做饭，不会做家务，说平常喜欢购物，喜欢旅游，喜欢看剧，喜欢睡觉等等。这给男士听懵了啊，这些都不是优点吧？这姑娘反问啊，怎么不是啊？不做饭，比较懒，都告诉你了，这说明我不装呀，不藏着掖着呀。爱购物，爱旅游，说明我热爱生活。这回答给男士整的是一愣一愣的啊，问他平常多久出去旅游一次呀？这姑娘说，少则1年3、4次，多则1个月1次。一般工作累了就得出去旅游，看看大好山河呀，也享受一下生活。男士吓得呀，赶紧摸摸口袋，你想的是山河大海，我看的是油和钱包啊。他就很好奇啊，你1个月月薪啊，肯定得有好几万吧？人姑娘很爽快，就5000，每个月月光基本都剩不下。给男士听的呀，那你没钱还敢出去啊？这姑娘听完就有点不爽啊，这女方跟男方出门，那肯定是男方出钱啊。他想找个同频的人，一起出去享受生活。听到这儿，这男士啊就怼了他一句啊，我也挺热爱生活的，我喜欢去阿尔卑斯山上滑雪，喜欢吃澳洲龙虾，喜欢去马尔代夫看海，还特别想坐直升飞机嘞。然后就问这姑娘啊，能否出钱也让她去热爱生活一场？这姑娘听了肯定不愿意啊，你是脑子秀逗了吧你？你出去玩凭什么让我出钱啊？男士就反问他，那你凭什么让我出钱啊？行了，这顿饭吃的表面是风平浪静，实则是暗流涌动啊。这姑娘觉得这男方太计较了，男方听了也不让啊。既然你说我计较，那火锅钱啊，咱一人一半。说着呢，男士就去前台付了300，转身就走啊，让前台去收剩下的。然后啊就没有然后了。回去之后，这男士啊就失联了，这姑娘就发信息要火锅钱啊，也不回，打电话也不接了，气得他哇哇是找我呀。我就特别的纳闷啊，以前呢这人相亲啊都介绍自己，哎呀勤快，性格温柔，会做饭，爱干净。现在有些人相亲去介绍自己啊，比较懒，性格不好，脾气急，不会做饭，还得让人照顾，听的都以为你是天生残废啊。这种上来就摊牌，无非就是以高位自居，让你知道我就这个样子，你爱喜欢不喜欢。你让他对着身价成千上亿的人说试试，他只会说，哎呀自己性格温柔，会做饭，会理财，会规划生活。另外呢，1个月工资几千的人，征婚资料展示的都是自己每年去过很多地方旅游，把喜欢旅游、喜欢购物这事儿当成自己的优点去展示，说自己热爱生活，这只会让男人觉得这个女人对生活的消费水平要求太高，婚后男人是要为此买单的。这在相亲市场上是绝对的减分项，还在那美滋滋的计划着，哎呀每年跑出去浪几圈呀，短则几天，长则数周不在家。你觉得这叫做热爱生活吗？我们去相亲啊，选择结婚对象，你一定要看对方有没有我们需要的价值，收入、职业发展、家庭背景，对方的脾气性格，哪怕是身高样貌，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价值。可你说你喜欢去旅游去购物，这些都是消费型的爱好，没有利他的价值，除非它能侧面的反映出你的家庭背景和收入状况，能证明你确实是一个有创造价值能力的人。比如说一个男人跟你说我的爱好是打高尔夫一样，每年光抽会员卡就有几十万，你会觉得他价值低吗？别人最终能不能选你是取决于你是否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，而非消费本身。你拿着几千的月薪，有着消费几万的兴趣爱好，这男人不跑啊才怪呢。我给你们讲个特别逗的事情啊，男士呢是95年做跨境电商啊，这赶上好时候赚了一些钱，条件呢算是不错的，有车有房全款，还有一些存款啊。工作呢就是整天啊这个黑白倒班嘛，没时间啊没精力去找对象。我就给他介绍一个姑娘，我记得不是97年就是98年，这个姑娘当时是一个幼儿园老师嘛，刚见完面，男士对她很有好感的，请她吃了几次饭。这姑娘的态度吧是不拒绝也不接受，模棱两可的，就是男士找她吧她就出来，不找她她也不带联系的。两人认识了这么有1个多月啊，就有一次见面啊，这吃完饭看了场电影嘛，黑灯瞎火啊，你想一想，男士就主动去拉这个姑娘的手，这姑娘你感觉到啊，就立马就把手给抽回来了。男士就觉得挺尴尬呀，心里就犯嘀咕，这是啥意思啊？送这姑娘回家的路上啊，这男士就问这个女方啊，愿不愿意和自己交往。
这姑娘就说呀，我们毕竟刚认识还不熟悉啊，再了解看看吧。哎呀，男士这个人啊，此生最痛恨被人吊着，可能被吊多了，他就觉得呀，大家都是相亲了，你说成就成，你别吊着我呀。但是又觉得自己是真喜欢这个姑娘呀，后面又约了几次她啊，她都出来了，态度还那样，不冷不热。为了加大诚意啊，他又送了这姑娘一条金项链。哎，人家姑娘收了，收的时候很开心呀。男士想着，这收我礼物了，这算愿意当我女朋友了吧？晚上回去就给这姑娘呀，发了一篇自我很感动的小作文啊，那写了好久啊。大体意思就是认识你之后啊，就很喜欢你之类的等等话，你做我女朋友吧。这信息发出去之后啊，这女方一直没回复啊。哎，男士气的呀，他要面子。哎呀，我这是跟你表白啊，多少你得给个面回个话吧。女方没回，哎，他也就不问。就这样一晃半年过去了啊。今天一大早6点多，这女方就发回来一篇小作文，大概的意思就是很开心认识你，这半年呀，我想清楚了，愿意和你在一起。男方一看呢，气得不轻啊，没带好气儿就说呀，我还以为你把我拉黑了呢。你姑娘就赶紧解释呀，最近一直在忙工作，这才忙完，所以赶紧和你联系了。男士是越看越气，心里就嘀咕啊，成年人了，你做点啥猜不出来吗？你不用想了一圈觉得别人都不合适才来找我吗？他就问这姑娘找他什么事儿。这姑娘就回复说呀，当时啊看完这个男士的表白小作文啊，挺感动的，想答应，但是又觉得呀这立马答应了不好，想要矜持一点，再想看看这个男士后面的表现。结果男士就一直没搭理他呀，他自己面子薄呀，再加上工作也比较忙，也没发信息问。现在这不是终于有时间了，哎呀，男士看完这些话就气得肺都要炸了，直接就怼啊，你都矜持了半年了大姐啊，你才想着回复我，我都有女朋友了，你还是当我死了吧。说完这句话，这姑娘也很生气啊，就发了一堆啊，大体意思就是啊，才多久你就谈上恋爱了，幸亏当时没答应你，真要在一起啊，以后啊80%也得出轨。说完就给男方删了，男方信息没发出去啊，气的就把截图发给我。看完我能说啥？要不我也送你一台加压仪吧。以前的矜持啊，那是真矜持，那个时候这一见面就特别的害羞啊，声音也温柔，步子都不敢迈大的。现在的矜持啊，就是我故意挽回你信息，欲擒故纵，吊着你，让你得追我，给我提供一些情绪价值。结果没成想人男方不惯着，自个儿玩砸了。你去相亲，你要学会感恩的，你得想想，一个人凭什么每天都要对你早安晚安，闹钟都没有这么准时吧？汇报日常，分享自己的生活，去关心你还担心你，人这个不是成为的是什么呀？相亲啊，你要给够别人尊重，你才会有福报的。觉得对方条件好，人不错，那就相处看看，成就谈，不成就散，别权衡利弊，算计的太明显。你不想谈，还想让对方一直追着你舔着你，这事啊，你就太缺德了。你咋这么完蛋呢？有些人来相亲啊，你是又挑又不自知啊，没得救了。有一姑娘大过年我让给急的啊，差点进了2院我。95年的29岁幼儿园老师啊，她给那相亲史上画上了浓重的一笔啊。相了6、7年了，就是没嫁出去，给我愁的是不行了啊。长得还可以，就是啊是眼眶子贼高啊，爱幻想不切实际。你问他择偶要求吧，房子要有，长得不能太难看，哎呀，父母还得有退休金，赚的不能比我低。问他你多少钱呀？他说4000多点，那我就给你介绍个6000的吧，那比你高很多了吧？他说不，6000的和我是差不多呀，不能低于1万。反正啊，相了这几年，各种条件不合适呀，我都已经对他躺平了。结果今天来跟我说呀，他要有对象了，让我给选选。哎呀，我这听啊一愣啊。上回我们去办那个相亲会啊，他来了，照那资料卡，好家伙，加了一圈年收入20万以上的男士，至少得几十位啊，每天业务非常繁忙啊。男友养成记，元旦一放假，昨天是统一安排见面赶场，上午、周五、下午、晚上一天啊接了4位，哎呀，跟后宫选妃一样。见完面给他兴奋的啊，晚上睡不着觉啊，愣是不知道该选谁了。一位啊比他大了1岁，这学历不高，人家能干呢，跟着父母开店啊，门店挺大，有车有房3套，而且还有2个商铺，最主要都是全款啊。男士也说了啊，准备再买一套这个大点的洋房啊做婚房，其他的出租，这样每个月光收租房子1个月就有上万了。这姑娘一听眼睛啊瞪得老大啊，这男人有能力，嫁给他我是衣食无忧了。可这一看着男士他就觉得不雅，说话大老粗，光想着挣钱买房呀，生活不是打牌喝酒就是 KTV 啊。这姑娘就试探的问了2句啊，吵架男方愿意哄女孩子不？这男士给怼回来啊，为啥要哄？谁做错谁道歉啊？给这姑娘气的那堵得慌呀。但是啊，又一坐上这男士的奔驰车，又觉得男士这个魅力倍儿足啊。第2位，这姑娘就说是一见钟情啊，28岁，比她还小啊，185的身高，身材啊特别好，而且皮肤白，有衣品会打扮，做保险这个行业。2人边吃饭边聊天啊，聊到家庭条件。一听啊，男士是农村的，有个弟弟和妹妹，父母目前还没能力帮他置办房产，还有点负债。
哎呀，那个心里就不愿意了，饭也吃不香了呀，想着呀租房结婚，这不是扯淡吗？我怎么可能结婚租房子呀？可一看男士一眼，哎呀，那个心动呀，就特别纠结，爱情和面包难道不能同时给吗？说完他就跟我讲，哎呀，自从见了他们呀，我是一晚上没睡着，这长得帅的没钱和有钱的长得丑的，我到底该怎么选呀？我就教他啊，这选人呐，别看长板，得看短板，你最不能接受谁的短板？他权衡利弊了一圈啊，哎呀，还是哪个都想要。我问他男方都什么意见啊？他说我还没联系呢，我这没确定下来选谁呀，我是不能联系，万一他们俩都喜欢我，我这整的脚踏两只船呢。哎呀，我一听啊，我说姐妹儿，你连男方啥态度你都不知道吗？你搁这纠结啥呢？我说这样吧啊，我给你问问人家，反正我也认识，对你印象咋样呢？你再做个选择。他说行，我就给第一位男士打电话啊，男士直接就说了性格不合适，这给这姑娘气的就见了一次面，还没相处就说我性格不合适了。我说人家那是托词，原因是啥不重要，人家就是不喜欢你啊。第二位也打通了啊，说已经有对象了。我这一听，你这也太快了吧？男人说昨晚刚见的，人合适啊，这时间就不成问题。言外之意啊，这姑娘不合适啊。哎呀，这姑娘可气的啊，这中午刚见完我，晚上就去见别人，对我太不尊重了吧？听完他又问我，这找对象怎么这么难啊？不是女人想嫁都好嫁吗？我的乖乖啊，你找个条件差那肯定好嫁呀，多的3000万的光棍，你怎么不从那儿选呀？隔壁村的五保户你怎么不跟啊？这相亲和你选企业找工作是一样的，有些公司收入高发展好还没那么辛苦，而且还很光鲜，你得不到这个公司的 offer 那是你实力不够啊。北大清华谁都想去啊，你分够吗？上个大专都费劲，人北大清华抢的都是状元的，你要求高那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但是你要先掂量自己到底几斤几两，别好高骛远自作聪明，这儿看不上那儿看不上的，看上你的你又嫌这嫌那儿的，再这么下去五保户得嫌你事儿多。